大家好，我是 Oliver 苏，今天要和大家来谈一谈白米用炮台不为人知的秘密。主要是因为上一集说完之后，仍然觉得有许多真正好的东西没有讲到，所以制作第二集，这样讲述白米用炮台就比较完整喽。骑士首先发问，请问第二集白米用炮台不为人知的秘密主要包含哪些部分呢？看来骑士一定很想知道什么是白米用炮台不为人知的秘密，现在由我来为大家一一说明。米用炮台不为人知的秘密一共有4项：日本时代白米用炮台的定位；2、炮台精准打击的秘密武器测远仪；3、日本时代修筑堡垒炮台的秘密单位日本要塞筑城组织基隆筑城部支部；4、白米用炮台秘密武器安式8寸加农炮。首先，日本时代白米用炮台的定位是为海岸炮台，其目的包括对敌舰作战、敌舰航行监控、防止敌军登陆，以及作为港口拥塞及水雷的设防补助等。因目的之不同，海岸炮台又可分为3种，包含炮战炮台、要击炮台以及上路防御的拥塞侧防炮台。炮战炮台作为沿岸要塞炮台的主力，负责敌舰的击沉与破坏的战斗任务，例如木山炮台、射寮炮台、杠子寮炮台。2、要击炮台一般设置于海峡、港湾口或狭小的水道旁，用于射界较小、重要水路以及低地防御，以进行敌舰艇的射击工作，例如白米用炮台、八尺门炮台。3、上路防御及拥塞侧防炮台，用于掩护并弥补附近主要战斗炮战炮台的射击死角，例如牛头岭炮台、万人头炮台。其他大五轮炮台、深澳炮台、公山尾炮台为陆域炮台，防御陆上的敌人进攻。我们曾经介绍过，杠子寮炮台是炮战炮台，白米用炮台是要击炮台，二沙湾炮台、狮球岭炮台在日本时代已经不在10座主要炮台名单之中喽。炮台精准打击的秘密武器测远仪，炮台中的火炮是否发挥精准打击，观测所中的测远仪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明治时代，台湾各炮台所用的测远仪分为硬式、武式2种。基隆要塞海岸炮台中，木山白米用杠子寮炮台为硬式测远仪。硬式测远仪为利用垂直基线方法求得敌舰的位置，射寮炮台则为武式测远仪。武式测远仪是以观测所与分观测所为固定基线，再利用水平基线的原理以确认敌舰的位置。3、日本时代修筑堡垒炮台的秘密武器秘密单位，日本要塞筑城组织基隆筑城部支部。日本时代基隆要塞10座堡垒炮台的计划、设计、预算编列、新建、修筑，庞大复杂的计划执行、监督、改善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难以估计。而这些炮台如其新建备炮完成，都是由日本要塞筑城组织基隆筑城部支部运筹帷幄、通力合作而完成。日军所属要塞建筑组织始于明治7年1874年，所设置的工兵方面负责各要塞海岸炮台屯营、营舍、仓库等建筑修缮，以及陆军土地的管理工作。要塞守备任务由炮兵担任，
而逐层业务是由工兵担任。基隆逐层部支部，基隆与澎湖两地都设有逐层部支部，皆为明治32年1899年3月11日成立，并于同年7月1日正式开厅。7月14日便着手展开测量作业，更是基隆要塞建设事业的开始。炮台建筑设计原则，根据海岸炮台建筑要领的规定，影响一座炮台充分且有效发挥威力的关键，必须是兼顾火炮必要射程、火炮操作便利、弹药补充迅速，以及达成确实的射击指挥等。据此，炮台设计的重点有二：一、因地制宜；二、敌火防护。海岸炮台中最重要的炮座各项设施均有设计时的重要原则。炮座、胸墙、横墙、侧炮库等等。要塞附属建筑物，要塞除了前述的防御建造营造物之外，依据要塞补助建设物规定，另有许多要塞附属建筑物的组成，作为炮台堡垒后援之用，包含弹药库、兵器支场、兵器修理所、电灯所、营舍、粮食库等等。100米用炮台秘密武器安式8寸加农炮。100米用炮台炮座区所配对的4门火炮，为日军接收台湾清代各炮台的缴获的英制8寸阿姆斯托朗炮。这些火炮来源推测就是台湾巡抚刘铭传所购的31尊新式炮。日军缴获的8寸炮属于基隆地区的有射寮炮台2门、顶石格炮台1门，以及小炮台二沙湾炮台1门，共计4门。澎湖亦有2门，高雄大平顶炮台1门。日军接收后重新加以整备，并改以安式8寸加称之，加为加农炮的意思。基隆义政公园现存的阿姆斯托朗炮与安式8寸加农炮相同规格，最后以骆驼志工协会黄真祥老师所绘制的8寸阿姆斯托朗炮各部件名称、火炮操作、火炮的发射的示意图与大家分享。好了，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Oliver 叔欢迎你的留言、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订阅，期待下一支影片与你相遇。